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OK， 今天我们要来深度拆解一个我个人认为是这个时代最被低估，但同时也最强大的一个自我管理工具。这个概念来自 TED 一个非常经典的演讲，叫做30天挑战。很多人可能听过，但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只看到了皮毛而已。所以今天我们不只要告诉你它是什么，我们更要深入分析为什么它这么有效。我们会按照这个流程来走，首先从一个你我都超有感的痛点，也就是惯性卡关开始。接着我们会介绍这个漂亮又简单的解法，然后重点来了，我们会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角度去挖掘它背后你从来没想过的3大隐藏好处，这部分才是今天分析的核心。最后我会再给你一套确保你第一次挑战就能成功的实战心法。好，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进入主题。OK， 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谈谈一个几乎每个人在某个阶段都会遇到的困扰，我把它称为惯性卡关。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日子过得越来越模糊，好像每一天都在重复，但你又说不太出来到底是哪里不对劲？来，我们诚实的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觉得最近的生活有点一成不变，好像被设定成了自动驾驶模式，每天早上醒来根本不用多想，就知道今天大概会发生什么事，走一样的路线去上班，跟差不多的同事聊天，中午吃着那几家公司附近的餐厅，处理着那些好像永远都做不完的工作。这次我们分析的讲者 Mac Cutts， 他最初也是因为感觉自己 stuck in the rut， 就是卡在一个窠臼里动弹不得，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种大脑的节能机制啦。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惯性，喜欢走老路，因为这样最省力。但这个机制的副作用，就是我们常说的温水煮青蛙。虽然当下不痛苦，但它会慢慢的一点一滴地消磨掉你对生活的热情和那种我在掌控人生的感觉。我们来看看生活卡关的几个典型症状，你检视一下自己中了几个。第一，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日子就像复制贴上，这个月跟上个月好像没什么差别，你仔细想想，甚至去年跟今年好像也差不多。第二，你的书单片单，想学的吉他，想练的程式语言，那个待办清单列得落长，但永远都停在想的阶段，从来没有变成正在做。第三，也是最可怕的一点，时间不知不觉就流走了。你回头一看，怎么又半年过去了？我到底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这种感觉会让你慢慢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因为你感觉自己是被时间推着走，而不是你在主导你的时间。而这种失控感，最终就会导致你对未来产生一种莫名的焦虑，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彻底解决的问题。好，既然我们精准定义了问题，那解法是什么？接下来这部分我们就来介绍这个超级简单但威力却非常强大的工具——30天挑战。这个概念的精髓其实很单纯，它就是刻意的为你的人生注入一个小小的、可控的，而且是正向的变数。所以，到底什么是30天挑战？定义非常简单明了。就是在接下来的整整30天里面，每天去执行一件你一直想培养或是想戒除的习惯。关键字有2个，每天和30天。它可以是增加一个好习惯，比方说每天运动15分钟，每天读10页书，每天写500字的日记。当然也可以是戒掉一个坏习惯，像是30天不喝任何含糖饮料，30天睡前1小时不滑手机。重点是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专注把一件事做到位。它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它是一个有明确起点、终点和规则的系统。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是30天，不是7天，不是100天或1年？其实30天真的是一个经过巧妙设计的黄金时间长度。你看，它够长，长到足以让一个新的行为模式在你的大脑中形成初步的神经连结，让你有机会把这个行为内化成真正的习惯。但同时，它又够短，短到不会触发你大脑里的那个抗拒机制。
你想想看哦，如果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再也不能喝可乐了，你大概第一天就直接投降了，对吧？因为一辈子这个词听起来太沉重、太绝望了。但如果我换个说法，我们来试试看30天不喝可乐，就30天而已，挑战结束就解禁，听起来是不是就可行多了？这就是30天的魔力，它是一个完美的习惯试用期，让你可以在没有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去体验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OK，到这边我们都理解了什么是30天挑战，但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因为很多人只看到养成习惯这个最表层的好处，就觉得哦我懂了，然后就停在这里了。但其实它背后有3个更深层、更强大的隐藏好处，这才是这个挑战真正能从根本上改变你人生的原因。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第一个隐藏好处真的非常非常关键，就是它能彻底改变你对时间的感受，让时间变得更深刻、更有记忆点。我们前面不是提到吗？生活卡关的一个核心症状，就是时间不知不觉流逝，月份跟月份之间好像一片模糊。30天挑战就是打破这种模糊感的最佳解方。演讲者 Matt Cutts 就说了这句很经典的话：与其让月份被遗忘地飞逝，这段时间变得有记忆点多了。这句话真的说到心坎里。我们的大脑其实很有趣，对于那些重复的、没有变化的事情，它会自动压缩记忆体，所以你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但是，当你每天都刻意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哪怕只是一件小事，你就在为每一天创造一个独特的记忆锚点，英文叫 memory anchor。举个例子，它其中一个挑战是连续30天，每天拍一张照片。你看这个时间轴，当你第一天开始这个挑战，会发生什么变化？你会开始刻意去观察你的生活，对吧？你会为了要找寻拍照的题材，而对周遭的环境、光影、人事物变得更敏锐。到了第15天，你回去看你拍的15张照片，你会惊讶地发现，这半个月不再是模糊的一团，而是由15个具体的、看得见的回忆所组成。你看到第30天的照片，会想起那天下午下了超大的雷阵雨；看到第10天的照片，会想起那天吃到一家超赞的牛肉面。等到第30天挑战结束，你拥有的不只是一堆照片，你拥有的是一个被记住的月份。这个月真真实实地存在过，而不是一片空白。这就是把时间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体验的过程。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个隐藏好处是它会像盖房子一样，一砖一瓦地帮你重塑你的自信心。很多人缺乏自信，其实问题不是天生的，而是因为他们很少有我说到做到的成功经验。而30天挑战就是一个让你每天都能累积微小成功经验的系统。Matt Cutts 形容自己的转变说：“我从一个整天窝在办公桌的电脑宅，变成了那种会骑单车上班的人。”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它背后的心理转变是巨大的。自信心，它不是一种感觉，它其实是你对自己能力的一种信念，而信念是需要证据来支撑的。当他连续30天都骑车上班，他就为自己收集了30份我做得到的证据。这些证据会慢慢改变他对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自信心的阶梯式成长，它是有复利效应的。你看这个过程，第一步，他对自己的认知是电脑宅男；第二步，他完成了一个小挑战，每天骑单车上班。这个小小的成功给了他一点点信心。原来我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点信心就像是燃料一样，让他敢去挑战更大一点点的事情。于是到了第3步，他竟然去爬了非洲第1高峰吉利马扎罗山。这是一个从电脑宅到登山冒险家的巨大飞跃。但重点是，如果没有第2步那个微不足道的单车挑战所累积的证据，第3步的目标他根本连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说去实现了。这就是小成功累积起来的复利效应。每一次你完成挑战，你都在告诉你自己，我是个有能力、有毅力的人。接下来这点，我个人认为是3个好处里面最深刻也最迷人的一个，那就是30天挑战可以扩展你的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它能改变你对于我是谁这个最根本问题的答案。Matt Cutts 举了一个超棒的例子，写一本小说，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感觉是那种专业作家才能做的事情。但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数学拆解。美国有个活动叫全国小说写作月，目标是在11月这30天内写出一本5万字的小说。5万字听起来很多，对吧？但你把它除以30天，你猜一天要写多少？答案是1667个字，大概就是你打一份 Word 报告3-4页的量。你看，突然之间，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就被拆解成了一个每天可以执行的具体任务。重点来了，当他真的完成这个挑战之后，他说了这句极具分量的话：在我接下来的人生里，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说我是一位小说家。他写出来的书可能很烂，他自己也承认 it's awful， 但这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亲身走过了一遍从无到有创作出一本小说的完整流程。这个经验赋予了他一个全新的身份认同。你看这个对比图就非常清楚，在挑战之前，他的身份认同可能是我是一个电脑科学家，但在挑战之后呢，他依然是个电脑科学家，这点没变，但他的身份认同被扩展了，变成了我是一个电脑科学家，同时我也是一个小说家。这不是取代，而是增加。你每完成一个30天挑战，就像是为自己的人生解锁一个新的技能标签。你可以是会计师，同时也是个吉他手；你可以是工程师，同时也是个摄影师。这会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多元、更丰富，也更有韧性。讲完了这3大好处，你现在可能已经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了。但在你开始之前，我们必须来谈谈成功的关键。很多人挑战失败，真的不是因为没毅力，而是因为一开始就设定错了方向。所以第4部分，我们要来谈谈为什么微小改变远比疯狂挑战来得更有效。挑战基本上可以分成2种模式，左边是大型疯狂挑战，比方说30天减10公斤，30天学会 Python。这种挑战的特点是短期刺激很强，很有趣，PO 在社群上也很吸睛，但缺点是成功率通常比较低，而且就算你用意志力硬撑完了30天，这个习惯也很难维持下去。而右边呢，则是微小可持续改变，像是每天多走2000步，每天读10页书。这种挑战的目标不是追求短期的爆发，而是要能无痛地融入你的日常生活，让你更容易坚持，也更有可能在30天后真的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Matt Cutts 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做了最好的对比。他曾经挑战过30天完全不吃糖，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型疯狂挑战，因为它需要极大的意志力去对抗你身体的欲望，是一种剥夺式的挑战。结果呢，他说第31天的样子就像这张图一样，马上破功，可能还吃了更多。这背后其实有个心理学现象，叫做报复性反弹。这就像是压力锅泄气一样，你压抑了30天的欲望，在解禁的那一刻瞬间爆发，结果反而比挑战前吃的更多，更不健康。但另一个挑战，骑单车上班，这是一个微小的增加式的改变，结果这个习惯就真的 stick 黏住了，变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给你的建议是，你的第一个30天挑战，千万不要选那种太痛苦、太违反人性的，从小的可持续的开始，成功率才会高。好的，我们分析了这么多，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并且把焦点拉回到你身上。因为听完这整套分析，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怎么把它应用在自己的人生。这个副标题说得非常好，接下来的30天无论如何都会过去。Matt Cutts 在演讲的最后问了这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我跟你保证，接下来的30天，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会过去。那何不思考一下那件你一直想尝试的事情，然后给它一个机会呢？这句话真的很有力量。时间是我们最公平的资源，它对每个人都是不断流逝的。你可以选择让下一个30天像过去无数个30天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划过，或者你可以选择抓住它，用一个小小的挑战，为这段时间刻下一个独一无二的印记。所以，问题很简单，你在等什么？
那个你一直放在心里，想学的乐器，想看的书，想开始的运动，想联络的朋友是什么？选一件就好，让它成为你接下来30天的锚点。30天后，你可能会失败，那也没关系，你什么也没损失。但万一你成功了呢？你得到的将远远不只是一个新习惯。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谈了30天挑战这个强大的工具。它不只是让你养成习惯，更重要的是3个你没想过的隐藏好处。第一，它能创造记忆锚点，让你的时间变得更深刻，不再模糊。第二，它透过累积微小成功，阶梯式的帮你建立实实在在的自信。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它能扩展你的身份认同，让你成为一个更多元、更丰富的人。而成功的关键就是从小处着手，选择可持续的改变，最好是增加式的，而不是剥夺式的挑战。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